正好你此趟进城，帮你爹要债。要债哎呀，这个皇城里的那些藩王啊，欠我的没有1000万两，至少也有800万两呀。要账这种活，除了你之外，就你那几个兄弟，他们能干得了吗？几个哥哥论拳脚确实羸弱了些，要女儿去也是可以呀。不过，哎呀，我就知道你这臭丫头想要讹诈我一笔。行，只要你帮你爹把这笔账要回来的，我分你5成。你难不成还要我8成不行？你要是不愿意，罢了，只要你能帮为父把这笔钱要回来，为父答应你。不过除了这个，女儿还想要点别的。仔细些，别磕碰了。这可是比参司做的扇子呀，本王还想拿来做锦衣呢。镇住我的弓箭呐！曾司嫂，我的600万两的私房钱啊！父王，您控制一下，您都答应小妹了。哎呀，爹，你要是实在舍不得的话，其实那么远的地方，女儿也不想去。郡主，东西都装车了，现在出发，天黑之前能出桑郡。本王一点儿也不心疼，立刻出发。好的。郡主，这些瓜果都是最解渴的，都有冰块封的。从南到北走的时候，瓜果也该吃完了。还有这衣裳，郡主可不能输给皇城的小姐，这些衣裳可都是山城的。郡主，一日换她几套。好。还有这个。够了，大家的心意，郡主心领了。对他倒是大方，真的我这个当爹的小气巴拉的了。爹，我走了。这一去，少说1年半载，再见不知何时了。这个臭丫头，拿了本王那么多东西，怎么就忘了这个兵符啊？你安排人追上去，好好叮嘱他。好，能让别人打架，他能坐着就给本王躺着。殿下，您的法子实在是妙用，知晓定南王穷，用银子威胁，果然奏效。不过他怎么只送来个女儿啊？他不是还有3个儿子吗？为什么不送来一个啊？陛下，那位郡主在桑郡威名不比定南王3个儿子差，凶残之名远超定南王本人。那他来是来当质子的吗？可别把朕的皇城给掀了。这些日子，南林把着桑郡的军饷不放，桑郡虽然不至于山穷水尽，却也紧巴巴的。虽然听闻定南王在皇城中施了不少恩，此次派这位郡主前来，恐怕……殿下的意思是，一则为祝寿，二则为军饷。若是军饷要不着，便是来皇城收账啊。估摸着便是如此。至于第4，便是削藩，近几年闹得天下皆知。我想有人想借削藩的名头挑拨定南王府和朝堂的关系。如此倒也是说得通。这定南王是容不得沙子的人，既然其他藩王都把儿子送到皇城，那他自然也会送个孩子过来，还专门挑了最彪悍的郡主。不过孙儿估摸着，最要紧的事儿可能还是讨债。毕竟没有军饷，真的会把人逼急的。陛下，今日前来祝贺的藩王中，几乎都欠着桑郡的债，那区不郡尤甚。万一路上遇着了，因为钱的事闹起来，又不分轻重，可别一见面就把人打死了。没错，这寿宴是喜事，就为了要点账，在皇城染了血啊！令卿，
朕记得你与那郡主是嫡妻，不如就由你。臣，皇爷爷，不如让孙儿去吧。令家作为郡主的外祖家去接郡主，其他藩王世子也有姻亲在皇城。若许了令家，那其他藩王的姻亲又如何阻止呢？还是殿下思虑的周全，先成了藩王势力大聚会了。那也不能让你去啊！自从你从太原府的军营中回来后便病着，现在孱弱的只剩下半条命了，怎么能……皇爷爷，药管够的话，孙儿的病无妨。殿下，您是个文人，可那郡主却是能手撕蛮族的，您若是去了，规劝不了啊。不可，万万不可！藩王们将孩子送来皇城，诚意十足。皇家理应派个同辈，以表咱们皇家的待客之礼。况且姑心中已有打算，绝不会让郡主和诸位世子动起手来。什么？前去迎接藩王世子的必然是皇长孙，而且为了阻止定南王府郡主而打死那些藩王世子，可万一殿下被打死了，可怎么办呢？殿下可是皇上的心尖肉，想要镇住那等凶残的郡主，势必会派不少精兵强将随行。我等不必为殿下担心了，走吧。走。什么意思？我还没到皇城呢，就这么传我了？我听说定南王要派于代应去皇城，可早就出发了，还能让他追上来打死我？可世子，定南王府的郡主骑的可是战马，确实会撞上咱们了。什么？难道真是为了打死我？跑，走小路，快走！郡主，我刚刚瞧见曲夫君的马车了，不过窜到小路上去了。那些战马，还是上次抵抗蛮夷，薛夫君趁乱偷了我们的，这笔账可得记着了。好吧，总归进城的时候是要见面的，等下次见面，我把这些战马全都要回来。哎呀，大人，你怎么一副死了3天没埋的样子？莫不是因为那个会打人的郡主烦扰？唉，可隔壁站的义成大人不是夸定南王府的郡主很是乖巧吗？藩王世子们都避开了上一战，没人给他打，他当然乖巧了。哦，哎呀，哎，大人，快看！藩王世子们的马车都来了。完了完了，他们要干嘛呀？那位郡主不会真的要和这些世子打起来吗？我完了！大人，怎么回事？原本外面就传我们害怕定南王府郡主，现在一碰到他的马车，门都进不去了，这不把谣言坐实了吗？郡主，您在这儿做什么呀？我们大家都还等着进城呢。洛枳，念。南岭历361年大战，曲阜郡向桑郡借军粮10万斤，军饷3万两，战场上牵走战马6匹。世子，花钱吧。郡主，你堵在这儿就是专门找我要钱的？郡主，你看我们2郡相邻，还有这么多年的情分在，这……世子还好意思说情分？先前敌军打过来，你们的士兵是不出力的，光靠嗓子喊，打赢了还顺手牵马，这事儿做的哪有情分啊？洛枳，过来。就是，
世子啊，我也是奉了父命来要账的，不只是你，他们的账也要一并收了。郡主，你也知道我们曲阜郡有多难了，我现在哪有钱还你啊？哎呀，没钱啊！你们看到了吗？他刚刚先指了下曲阜郡世子，然后又指了指咱们，他什么意思呀？他动手了！没钱，那就先还马呗。我的人不就拉扯了2下吗？怎么，曲阜郡王府的马车那么不经拉呀？他是不是收拾完他，就要来收拾我们了？一个个都是要退回封地吗？我倒要会会这位郡主，好人真是见了血，也刚好告诉皇朝人，我们来皇朝可不是甘于当人质的。哟，各位都来了，那正好。我平日里啊懒得动弹，今日就把欠我父亲的债一并都还了吧。债？什么债？狮子拿好，这是您的，您也拿好。各郡啊欠我桑郡的粮食和兵马就有托成疾，平日里也见不到，今日啊账清人走。我爹什么时候欠桑郡500匹丝缎了？哎，你爹喜纳姬妾，合理。我凭一向桑郡借了50头猪。想发展自己的养殖业，可惜病死不爽，合理呀。谁知道桑郡的账目是不是实数？不如这样，我们先进城，再一一核算。不行哦，我这人呐性子懒，你们进了城，各自进了别院，我也没那闲情逸致再一一搜罗你们，只要还了账就可以入城了。大人，哎呦，大人，他们现在郡主和他们打起来了吗？郡主刚收拾完曲阜郡的世子，现在似乎要将其他世子一并收拾了。哎呦喂！大人，我的皇长孙殿下，您可快点来吧，这场面下官实在是没法子了。大人，殿下久病缠身，若不胜医，他来了又能抵什么用啊？你懂什么？殿下可是圣上的心肝肉，此次出行，那不说是全国兵力相随，那也是人山人海，兵马成群，镇压他们轻而易举。殿下，一城派人送来急报。不愧是定南王的女儿，让马车加快些速度，再晚些去，驿馆可能就保不住了。郡主说多少就是多少，未免太猖狂了吧！我今日就告诉你，这个账我就不给，这个城我偏要进。我就说了，要账的事应该是三哥了。哎呀，他嘴皮子溜，还能与人掰扯掰扯，我耐心不行。我今日倒要看看那传闻是不是真的。郡主今日能不能杀了我？郡主手下留人。住手！皇长孙殿下总算来了。哦，那可是以一当百的飞鸿将军。这位就是那个皇长孙，不是说病得半条命都快没了吗？瞧着怎么还有几分风骨啊？那位是惊鸿将军，陛下再派了此等厉害的人物随行，拿下郡主等人，必不在话下。是啊，消消气吧。皇长孙带了那么多兵马来，想收拾我们，易如反掌，动手就是大不敬，万万不可呀！我就不信他还想对皇家动手不成。我是替父亲来要债的，
于情于理都没有问题。若是你带一些人过来，就想让我松口，那就……殿下这是要干什么呀？你懂什么？殿下这是深知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拿下郡主，万事大吉。脚步虚浮无声，难不成他的病是装的，实则是内家高手？郡主，这是哪门哪派的起手式？难道是皇家秘传？难怪这么镇定。殿下，你这是？姑来拉架的。既然是来拉架的，只要拉住郡主，这架自然就打不起来，这样姑就能和你们一起和平入京了。殿下，能拉住？你这甩动力气再大些，不仅能将姑的手甩开，还能将姑的性命一块甩没了。皇长孙殿下被郡主打晕了，快跑啊！竟然连殿下都敢动手，这就是定南王的实力吗？我服了呀！冤枉！我们郡主什么都没做，殿下晕倒和我们郡主可什么关系都没有。殿下的身体我们清楚，跟郡主无关，只是……算了，先给他喂药吧，万一晕倒了，皇家可这样赖上我们。走。那怎么？上！别走啊，还没还钱呢。不急，走就走了吧，反正咱们手上还有一个呢。殿下，我与你无怨无仇，你却坏了我收账的好事，我很懒的，再去登门要账就颇为费神了。多谢郡主出手相助，待平安回到皇城，今日之事，孤必一力承担，并奉上重礼赔罪。但在这之前，不如先让孤胁迫胁迫，就这样让孤拉着，不许离开孤的身侧，可好？殿下为了不让臣女打架，还挺会用心思的。那郡主，你答应吗？我要是答应了殿下，能允臣女什么？军饷问题，孤会让他们尽快发往定南府，这些钱孤来出，数额郡主你来定，再多些绫罗绸缎、珠宝首饰，只要是孤库房中有的，郡主都可以挑喜欢的搬去，郡主觉得如何？臣女听闻皇后娘娘用的胭脂水粉，乃皇上亲手研制的，臣女有点想要这个。好，孤为了郡主向皇祖母讨要几何。哦，对了，洛侄，等到了皇城，寻个机会，记得去殿下的库房搬些东西。是啊，郡主果然是不吃亏的主，不仅把男友的债盘出去了，还连吃带拿，索刮了不少好处。怎么了？臣女也没说只要一样啊。心想绫罗绸缎、珠宝首饰，可是殿下说给臣女的。好，孤说出口的，自然会答应。郡主，孤终于再次见到你了。你们，就这样还想欺负我？已经到了城中，礼部会安排郡主入住别院，孤会时不时去别院。下回再见到郡主，孤会罗列好库房清单，供郡主挑选，
同郡主赔罪。对了，殿下可别忘了要送承女皇后娘娘的胭脂哦。好。终于走了。郡主，微臣带你们前往别院。不用了。郡主有什么吩咐？我只是不想住别院。啊，刚刚皇长孙殿下在的时候怎么不说？就是要等殿下走啊，不然怎么好去要账呢？下官可做不了主啊。郡主，找到了。掉头。不好了，国公爷，有兵马围着咱们府上。谁敢带兵围上本国公的府上？是刚刚进京的定南王府郡主，他带着兵马围上来了。他爹都不敢在皇城这般嚣张，他竟敢如此放肆！我看他是想造反。陛下，陛下，不好了，郡主要造反了！郡主此次来皇城，总共带了49人和1个侍女，这国公府的护卫都不止50人。你们管郡主，这叫造反？皇上，就算不是真想造反，可郡主带兵围上国公府，便是目无王法，岂能不严惩？若是任由着他闹，弃我朝堂的颜面何在？郡主是带着定南王府的将士，只是他去国公府，兴许有什么渊源，说不准只是其他人自己吓自己。国公府并不介意郡主带兵围上呢，比如要债。哎呀，郡主啊，这好端端的，你可不能在皇城闹事啊！我没闹啊。这还没闹。郡主啊，你不能睁眼说瞎话吧？你瞧瞧这阵仗，你说这不闹事，你跑人家府上来做甚呢？怎么，律法也没规定我不能带着侍卫围着我自己府上啊？呵呵，何时国公府成你的家了？郡主，本国公的孙儿可从未和郡主有什么婚约之谈呢。因为这宅子不是国公爷你的，而是戚家所有，也就是我祖母娘家的宅子。当年您父亲郑老爷子好赌成性，输光了家产，连宅子都抵押出去了，无处安身。郑老夫人那会儿身怀6甲，同我外曾祖母乃闺阁密友，求上我外曾祖母希望能收留他。外曾祖母心善，留着他们在府上。后来我祖母外嫁桑俊，这宅子乃戚家祖宅，不能变卖，才将宅子给你们借住。哦，对了，当年你父亲可还是立了字据为证的。他说带入了仕途，拿了俸禄，必会离开。怎么现在还赖在这不走了？连这门楣都换成了郑府，莫不是你们郑家飞黄腾达之后，想仗势据为己有啦？你信口雌黄！你以为你随意编造写个字据就是真的了？此宅乃戚老爷当年相赠，是吗？既然是相赠，那请问转赠的地契何在？原来你没有啊，那我有啊。堂堂国公府霸占别人的宅子数10年，不还？哎，这该论什么罪啊？哎，论罪名，那是你们官府的事儿，本郡主可不想管。本郡主啊，舟车劳顿数日，现在只想好好休息。唉。还请国公爷一家滚出我的宅子吧！这国公爷也太不识了，小姑娘拿回自己的宅子，还要被扣上造反的帽子。恶人先告状，
占着人家几十年的宅子，还把门匾换成自家的，也够不要脸的了。郡主，这里是皇城，国公爷乃当朝功勋大臣，岂能容得郡主出言不逊？难不成本郡主还要对霸占着我家宅子的贼人尊敬？那我们定南王府也算是功勋将门了。那要是我霸占你的宅子，那御史大人是不是也要跪着敬我？你郡主，怎么和他客气什么呀？打就是了。哎，要真打起来，他们就有的说了。本郡主虽懒得吵吵，又不真傻。没用的废物！郡主啊，这宅子兴许是戚家的，可那也是国公爷父亲那一辈的事情。至于是转赠还是借住，这时间久了，谁又能说得清呢？是吗？我看呢，兴许是你记错了，国公爷说的相赠才是真话。好笑，好好笑啊！原来你们御史说话都这么好笑啊！无礼，非常无礼！这来人，叫人去监照府敲鼓报官，以何名目？就状告国公府霸占别人的宅子数十年不肯归还，御史台更是偏帮偏信。今日我倒是要看看南陵国的律法还管不管用了。速去速回。是。不准确，你们欺负人啊！我有宅子地契，你们不把宅子还我，我想报官把宅子讨回来，你们还要拦着。我们就不该掺和此事，这是私事。他这一来皇城就赶走当朝的国公爷，这往后岂不是有他嚣张的？该死的老东西，全城一言不发，就看我们处理。简直比定南王还无耻！我还能让一个小丫头把我全家都赶走了？去郡王府请我姐姐来。是。你等着，今天这事儿没完！打国公府的脸，也是在打庆王的脸，便是打皇家的脸。皇上让你们这些藩王之子来皇城，可是来当质子的，不是来皇城撒野的。这定南王那郡主还真是有劲儿，我媳儿的气还没顺好，那边折腾的还没停呢。此事可有定论？事情已经清楚了，郡主围上国公府，是因为国公爷霸占了他的宅子。老臣现在就去理理这桩官司。大人莫急，难道还有任何一点吗？你可是皇长孙殿下的舅舅，真要断案，只巴不得郡主将国公一家轰走。皇上，虽说郡主有地契，围上国公府事出有因，但国公府是有些功劳，赖着郡主的宅子也是事实。朝堂若是不管，岂不是随了郡主说的我朝律法不管用？诸位大人，我朝律法当真不管用？陛下，那可是国公爷，今日若是丢了国公爷的颜面，这些人真是为了所谓的面子，对错黑白全然不顾了。皇祖父，看看人家郡主在天子脚下，自己的宅子都能让人抢占了，还相信官府，坚持报官求公道。再看看你们，说的什么混账话！臣等绝无此意。希儿，觉得现下该如何是好啊？国公府前，御史们正闹得欢呢。谁的人，管谁的兵就是。你们是疯了吗？那可是素有雅名的戚家，戚家为南陵培养了多少才子，祖宅还能让人偷偷占了去？大人，您可算来了，这郡主伶牙俐齿的。你们是干什么的？不辨是非，帮人抢占民宅。我们平时不是追着定南王弹劾的吗？这可是定南王家的郡主啊！是啊，我用才！
郡主，我是听错了吗？忠诚这是在帮着咱们？嘿，你个老不死的！太吓人了！忠诚比郡主还吓人。郡主也只是让我们滚，不像大人，简直是辱骂呢！这忠诚大人骂的也太脏了吧？是不是我看错了？这群御史刚刚还恨不得拆了我呢，怎么现在看我的眼神还有几分赞赏？真是个废物！我要是你，我就找一个事儿自挂东南枝。不好，公公也被骂晕了。一个能随口骂死郡主的御史忠诚，一个是能随手捏死忠诚的郡主。完了，这下真完了！完了，不会是骂完国公爷，要开始拿咱们开刀了吧？郡主，刚刚下官已经与国公说通了，你这宅子同意归还了。多谢忠诚。不谢。郡主，国公府就算要搬，也不是一时的事情。郡主不如移步到礼部安排的别院。哎，来都来了，不想再劳烦第二遍了。那这他们搬他们的，我住我的，不冲突。走。哟，国公爷，醒啦？郡主啊，想必你也是第一次踏足这宅子，这会儿天色已晚，你就是让我们搬走，一时半会儿也挪不出多好的住处啊，不如先住后宅吧。本郡主回自己的院子，难道还要外人安排我住在哪儿吗？这个方向，郡主，这是主院。本郡主住在主院，有何不可？可这院子……国公爷，我曾祖父将宅子借给你们住，可没将主院一起，所以你搬和我住不妨碍。若芝，这锁明显有人撬过，这国公府都能进贼啊！皇城的贼还真是胆大妄为啊！郡主，这院子积了如此多的灰尘，还是要好好打扫一下，方可住人。要不，我现在叫人来打扫一下。不必了，礼部会派人来打扫的。这里是戚家的主屋，外人还是不便踏足的。也是奇了怪了，以国公府的地位，想在皇城买座这样的宅子也不会太难，可为何非要赖在这里不走？那儿就是原因。戚家传承100年，瑰宝无数，论最为珍贵的，自然还是这占据了一半主院的藏书阁的书。懂了，戚家的书墨字画可是千金难求，何况这么大屋子的呢？郑家呀，原先是上古之家，后来是因为国公爷帮着夺位的皇上招兵买马，才成了皇亲国戚。不过当官的还是得有见识，所以呢是要读书的。他们瞧着有这么大一屋子的书，自然想拥有，希望能甩掉商贾的身份，成为书香望族。这怎么听着还挺上进的？为了读书，当贼也甘愿了。唉，祖父曾经说过，若是他们信守承诺，功成名就之后就搬离，那这一屋子的书就当做乔迁之礼，全部相赠了。唉，可惜了。
快搬，快搬！再这么下去，郡主说不定把我们都杀了。老爷、夫人，不好了！出啥事儿了？着急忙慌的。郡主来了！唉，郡主，你又来做什么？我们都已经答应了要搬，难不成老夫还会骗你不成？就你们，也值得本郡主随时盯着？这宅子的事，你当真以为我曾祖真的不知？他只是不想计较。对了，这里面有我祖父想对你们说的话。郑兄，见字如面。若你瞧见这封信，那便说明你未遵守当初之诺。原来这藏书阁竟本是要送我们的。哎，那这些年，竟是我们一直在枉做小人。唉，我这送信过来呢，是想全了外曾祖父对学生的一片诚心。不过，本郡主就不一样了。为了讨回这宅子，费了本郡主不少功夫，你们总该赔我点什么吧？哎，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不知道郡主想要点什么？哎，本郡主呢也没有什么想要的。听闻皇城最大的茶楼是你们郑家的。老爷，他不会是想要咱们整个茶楼吧？哎，给他，谁要是咱们没脸呢？老爷，郡主，只要本郡主在皇城一日，这最好的包间都得留给我，茶水点心一律不能找我要钱，如何？就这。唉，连日赶路，一直都没好好休息，我是真累了。唉，别送了。哎呀，这郡主啊，也不像传闻中的那么凶残，不讲道理。我看着都是一个喜欢享乐的人。走的倒是挺快，一晚上都搬干净了。郡主，咱们是歇段日子，还是继续去要账？不急，账总归是要不完的。但是父亲交代的另一桩事更要紧些。郡主说的是削藩，南边的疆土安定，全仰仗父王，要削藩啊，也削不到咱们头上。不过，本郡主也不喜欢被人算计。郡主的意思是，我刚从国公府门口坐下，这造反之名顷刻间便传遍整个皇城。我呢，查了查，最先传本郡主造反的是德安侯。怎么这样？这些人安的是什么心思？估摸着就是为了削藩之事。德安侯府位高权重，又和先太子的势力有所瓜葛，要是能挑起乱来，朝堂必然动荡不安，定南王府也会卷入其中。咱们在桑郡可从没受过这种气，奴婢这就叫上人去德安侯府要个说法。嗨，那么着急干什么？我来京城就是为了吃喝，来享福的。那咱们就平白把这口气给忍了不成？他们不就是想把德安侯府拉下来，搅乱朝堂吗？本郡主偏不顺他们的意。啊，这样能行吗？而且德安侯府能放咱们进去吗？别忘了，咱们是怎么进到这里来的。郡主的意思是，
郡主，一切都布置好了。舒服。哎，你看他在干什么？哎，这人干嘛坐门口啊？什么？那个郡主坐门口了，还说是来晒太阳的。这京城这么大，在哪儿不能晒太阳？偏偏来我家呀！哎，你说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要不我让人把郡主赶走？上次他坐国公府门口就没好事儿。赶走了是我们霸道，这不又落下口舌了吗？不赶。哎呦，让他晒不死他。侯爷，侯爷，他说他来晒太阳了。走，是。侯爷，他说，哎，去。好啊，下雨了，这回他总不能还来了吧？快说，侯爷，郡主说咱们府外雨中景色好，他来欣赏雨景。什么？侯爷，这郡主，咱们都连着来了好几日了，也没见德安侯搭理咱们呀。要不，怎么，对于那桩事儿不好奇啦？不想吃瓜啦？想好奇，别那么心急嘛，我们再等一等。郡主啊，你还是随本侯入府吧，有什么事儿咱们慢慢商量。哎，侯爷亲自来请，晚辈必然要给这个面子。但是晚辈待会儿要有任何冒犯得罪的地方，侯爷可不能跟晚辈计较。哎，行，还能如何冒犯？门口坐着几天，要冒犯早冒犯完了。那晚辈多谢侯爷相邀，罗芝，咱们走。郡主真是神了，你怎么知道德安侯会请咱们进去？他应当已经得了陛下训斥了。陛下，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惹了郡主了，请陛下明鉴呐。朕要的是朝堂安定，你与郡主相闹，是要朕如何呀？侯爷，先太子是死于定南王府的兵马围困下，而老德安侯又是先太子太傅，郡主和德安侯府相闹，扯出先太子的这些恩怨，可不利于朝堂安稳。皇祖父必然忧心，德安侯府可得为皇祖父解忧啊。是。走。侯爷，想必刚才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下知道我为何上门了吧？我说什么了？轻易不要做什么嘛！谁让你们自作主张宣扬郡主造反？是谁？爹，那都是平于郡王世子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本意啊，爹。你怎么那么听旁人的话啊？让你去死，你怎么不去死啊？爹，我知道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人都打上门来了，若是轻轻放下，必然说不过去。春势做权，没人能保得住你。来人，把人给我带下去，家法伺候。不要，爹，我知道错了，爹。郡主，此事是我没有约束好府内人，让郡主名声受损。我代表德安侯府向郡主赔罪，不知道这赔罪里，郡主如何呀？哎，不急呀，今天啊，我有点累了，
这外面又下着大雨。这样吧，你给我寻个屋子，今天晚上本郡主就睡这儿。什么？你第一次上门就和别人家睡觉的？怎么了？不让我睡这里啊？那没关系，我上外面待着去。等等等等，不许走！住，给你住。我德安侯府大得很，有的是屋子给你住。那我要住主院。我在家中都是住的主院呢，我住在最好的院子，我睡不着的。那可是主院。侯爷，你刚刚可是答应我的，不管晚辈怎么冒犯，你都不与晚辈计较的。我来人，把主院收拾一间屋子出来，给郡主搬进去住。那就多谢侯爷啦。洛枳，走。气得我心口疼。传信给平邑郡王世子，有事没事也别找上门，只要跟这死丫头有关的，侯府一律不会参与。是。郡主啊，咱们府里住着多舒服，干嘛跑别人院子里住着？哎呀，好不容易进来了，这瓜还没吃完，怎么能走呢？若是城里那些传言不是假的，那这屋里就该是……笑那么大声，没见过好东西。糟了！我就知道这死丫头笑成这样，定是看到。原来传言竟然是真的，德安后喜欢在家里画自己的脚，还画这么多。你看哪儿呢？不知羞！不准跟本后笑了，不许笑了！父亲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是父亲的。你画这么多自己的赤脚画做什么？还各个角度都有。爹，您是不是在深夜无人的角落里，就这么喜欢美美欣赏自己的脚丫子？你们，爹，侯爷晕倒了，快来人呐！马车上那些德安侯给的封口费，记得都搬进库房里。是。郡主，殿下到了。殿下？哪个殿下？殿下！多谢郡主，不怪嘴姑贸然造访。没关系的。说来，姑是来给郡主送东西的。哎，这香味颇为不俗，不愧是皇上特意亲手给皇后娘娘做的胭脂水粉。殿下这般看我做什么？姑看着郡主，
便想夸夸郡主。夸我？姑先前听闻郡主的名望，这几日德安侯府的事情，更让姑见识到了郡主的聪慧。郡主只坐在德安侯府的门口，姑猜是不想让德安侯府卷入藩王们的削藩纷争。哼，他竟然看到了更深的地方。德安侯府位高权重，又和先太子的势力有些瓜葛。郡主简单回应，便把德安侯府推到了风口浪尖。想必其他藩王想要独善其身，必然是不敢拉拢。郡主果然足智多谋。难怪10几岁便能掌权，周围的聪慧过人，心思剔透，也算是见识到。殿下还要夸我？夸过郡主聪慧了，还夸，便只能夸郡主的容姿了。先前未仔细看，现在发现，郡主果真有洛神之姿。殿下，您在调戏我？这还需要反应一下。姑，殿下，您第一次见臣女的时候就往臣女的怀里扑，现在嘛又不顾男女授受不亲，离臣女如此的近。哎呀，殿下，你不会是爱慕臣女吧？郡主，姑，你看姑的这个身体，郡主就是生气姑的调戏，也不能如此戳姑的心。殿下，你身体怎么了？想装晕，猛破过关都不行了。姑，姑不太行。啊？什么不太行？哪儿都不太行。那臣女可和殿下不一样了，臣女啊，哪都行。郡主可知，这样羞辱皇长孙，按律可要斩首的。那殿下会砍了我吗？死罪可免，但是活罪难逃。不如郡主下回若是再和巷口阿婆话家常时，不如带上姑，让姑也一同听听那些妙事，可好？既然殿下有求，那臣女自然不敢不答应。不过臣女最近确实很忙。殿下，郡主还有许多账未收回来呢。你个死东西！啊，你发什么神经呢？屋里各个地方都上锁，甚至连那茅房都给锁上了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走。夫人息怒，这不是听闻那位郡主最近又开始要钱了，所以提前防备着嘛。什么？难不成你又欠郡主家的钱了？那是我故意欠。故意？
老夫当初不是和定南王一起打江山吗？他嫌弃皇城的弓箭不好用，就自己盘了个工匠铺子。哎，你也知道，咱们和定南王向来不对付，所以，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这40年来，你一直占了那工匠铺子的便宜？哼，40年，40年，咱能要点脸吗？哎呀，想占便宜还要什么脸呢？好不容易占来的便宜，岂能还回去？反正老夫将主院锁死了，他来了也不能怎么样。真是个疯子！起来！哎呀，哎，老爷，你看，郡主来了。哼，我就知道他是来。哎，怎么又走了？欲拒还迎，一定是欲拒还迎。嘿，要来就来呀，还玩这种把戏，是不是将门之女？真北将军，没错，你满京城的说要战，到我家门口了不进去了，怎么瞧不起我？是啊，我们定南王府一向瞧不上你们镇北将军府的，你们将军府那点事还不够晚辈看笑话的。死丫头，你还真敢说！来都来了，赶紧给我进去吧，走！晚辈不进去，晚辈还有事儿呢。呀，走吧！进去吧！哎，关门，关门！我本来没准备要你们家的账的，没想到你还把我拉进来了。别在门口磨磨唧唧的，赶紧给本将军往里走！啊，既然觉得我是上门来要账的，那不如咱们就好好算算。你们库房的管账先生呢？请他过来，咱们算算账。算账？对啊，这可是你们将军要求的，我当然要满足啦。不过不要夫人的钱，我要镇北将军自己的钱，不准你们夫人替他还钱啊，不然我就要闹了。将军哪有钱？府上的花销大多是夫人担着呢。现在可好了，郡主不要夫人的钱，那将军拿什么来还？钱？什么钱？本将军何时欠你们钱了？哎，这账单上面可都有镇北将军府的印章，而且一说还是40年。当初可是说好了，那些弓箭是为了攻打皇城，免费填补给我们的。是啊，可是皇城都打下来了，那些将士们可都非常自觉，没再往这工匠铺要弓箭。唯独老将军您，一要啊就是大几10年，一拿就是大几100件。那老夫哪里晓得，这个工匠铺子不再是免费供给我们这些将门的了。既然要花钱，为何这几10年间，你们定南王府都不曾找上门要钱？其实当初工匠铺子也是要记账的，不过仗都打完了，不需要弓箭了，所以当日就将账单给划了。但老将军一直在要弓箭，所以原本要关的铺子也就经营着。你是说，这个铺子只有老夫一个人的生意呀？哎呀，老将军，咱们两家什么恶劣关系啊？对付一个穷兮兮的死敌，最好的法子就是偷偷摸摸赚他的钱，让他心痛。你呀，好啊，难怪这几10年都由着我拿弓箭，合着你们定南王府坑我一个人，打算当年免费送出去的弓箭钱全赚回来啊！哎呀，约摸就是如此吧。不过刚才可是你自己把我拽进去的，那于情于理，这账也该结了吧？那没有，你不是喜欢住主院吗？你去住吧，反正要钱没有，多双筷子还是可以的。那倒可不用，我看这太阳也都快下山了，晚辈是该走了。再不走，这热闹可是看不上了。你不是你一开始真不是来我家要债的，那你准备去哪家？
老将军要是实在好奇的话，不如顺道借点兵马给我呗。皇城的兵马是你想借就借啊？我们镇北将军府可是守规矩的将门。哎呀，这镇北将军府就是不如我们定南王府，胆子也太小了。行吧，那本郡主就带上定南王府的将士喽。哎，等等，你给本将站住！别走，我们镇北将军府怎么就不如你们定南王府了？起开！这将军府就是不如定南王府啊，这想拦根本拦不住啊！哎呀，啊！站住！别走，把话给我说清楚。郡主，你可真有本事，竟然真把镇北将军和他的人给忽悠出来了。你是最了解我的，能麻烦别人的，我可不会用自己的。想不到郡主是这么有热心的人，但是你想要将这些一一讨回来，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。这搞不好，造反的帽子是真要戴在你的头上了。臣女当然知道，团结力量大嘛，所以自然要拉些人来帮忙了。郡主，我们到了。我倒要看看是谁家的热闹啊！国舅府热闹都没看，怎么就走了？果然，这镇北王府是哪儿都不如我们定南王府。你这小娃娃，你知道这是谁家吗？这可是国舅，先皇的亲外祖，曾家的小姐还是先太子妃。我当然知道，我不仅知道这个，我还知道先皇给了曾家一块皇家侍卫的兵符，而且先皇退位还要皇上承诺在位一日就不许伤害曾家。哦，难怪你要找我借兵了。你知道他院子里都是皇家侍卫，你给自己找底气呢。总归我也没拦住你啊，你要是不乐意就走吧。要是真就这么跑了，还不得被死对头笑死啊！再说了，出事了还有定南王府顶着呢。小丫头，等着我！不好，老爷，郡主带兵将国舅府给围起来了。我们府上的皇家侍卫没在，那他怎么带兵围上的？连皇上都不敢招惹我们曾家，我倒要看看他有几个脑袋。走。是。你个死丫头，竟敢爬到我墙头上！你当这是什么地方啊？由着你撒野啊！赶紧给老子滚下来！我就不下。闹着干什么？没看见他们敢抗旨闯国舅府吗？还不赶紧就地正法！好你个老东西，你还真敢对郡主动手啊！嘿，郡主算什么？我有先皇赐的圣旨在，他定南王府再大，难道大得过先皇吗？还是说他怀的是造反的心思啊？那圣旨上写着什么呀？写着不准踏入国舅府一步。我踏进去了吗？我还搁墙头站着呢，都没进去半步。是啊，郡主不仅没进来，连兵器都没拿。国舅爷，我们奉命保护国舅府的人，有外敌格杀勿论，不可擅自动兵戈。你们好啊，哈哈哈哈，真好。
你们一个是定南王府，一个又是镇北将军府，都是皇上身边的大功臣。怎么，功劳大到都可以让皇上允许你们无视先皇的圣旨，践踏先皇的外祖家墙头，造反吗？哦，那你们曾家乃是先皇的外祖家，先皇有允许你们践踏百姓的性命吗？哼，践踏百姓，可真是好大的罪名！你们定南王府真当自己权势滔天，不仅可以不敬圣旨，还可以随意栽赃吗？哎呀，曾大老爷，你可真会冤枉人！我要是不敬圣旨，我早就敲锣打鼓进你府里去了。怎么，国舅爷，难不成你也欠着定南王府的钱？哼，荒谬！你说没有就没有。好啊，那我们来算算，你们欠百姓的钱，我好好给曾大老爷念念。这一部分是那些年给你府上送菜的林阿伯，你们欠下的菜钱，人家林阿伯每天就赚10几个铜板，欠他的钱到现在都没还，活生生把人给拖死了。你胡说！还有这些，同样是给你们府上送吃食的，都是一堆的记账，一个铜板都没见到，他们还不敢不给你们送。曾大老爷，你说是你的权势大，还是他们的权势大呀？还有到夜壶的伙计，抬轿的劳工，这桩桩件件，你还敢说你没有践踏百姓？原来他说的践踏百姓是指这个。哼，你说欠钱就欠钱啊！郡主不妨让这些百姓去京兆府尹告告，既然没有告主，那还轮不到你一个郡主定我的罪。欠了这么多，好你个老东西，连百姓的钱都欠，比我还不要脸！你让百姓告，百姓怎么敢？谁敢去告先皇的外祖家？好啊，既然你说告主不在，无权定你的罪，但是这些年你们国舅府在皇城好些铺子赊的账，曾大老爷不会陌生了吧？哼，不就是一些商贾的账吗？与你又有何干？当然有关喽，这些铺子本郡主买下来喽，所以本郡主就是你们国舅府的债主。本郡主呢，最讨厌别人欠我钱，你要是不还，我可要名正言顺闹了。这死丫头可真有钱，不过就凭个这些账单，还不能把他们国舅府怎么样？哎，本郡主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，限你天黑之前还钱，不然我会让你见识到什么叫做有的是力气和手段。就不还，就不还！我看你能奈我何！什么死动静？这死丫头，不能拿炮轰我宅子吧？老爷，您出去看看就知道了。你干什么？放烟花呀！哎，你们看，那在放烟花哎！走，过去看看。走。是烟花。那不是国舅府的方向吗？听说郡主把国舅府给围了，看来是掌握了国舅不少的把柄吧。弹劾百官是我们御史台的事，走，我们必须去看看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放烟花，我还要敲锣打鼓呢。你不是说没有告主吗？我告诉你，等着瞧吧你！替姑把梯子扶一下。殿下怎么来了？这样的烟花，姑当然得来瞧瞧。而且，捧场的可不只是姑，你瞧，满皇城的人可都来看热闹了。难道我放的烟花就这么好看吗？吸引大家全部都过来了？
皇长孙殿下，这是想干什么？您可别忘了先皇的圣旨，皇族之人不可踏入。一个郡主还不够，连皇长孙竟然都爬上墙头了。怎么，皇上这是想动他们国舅府了？曾老大爷，姑在平地走都晕晕乎乎的，你这一嗓子险些让姑摔下去。莫不是曾老大爷想让姑死在这儿？殿下，此话可休要胡言啊！真是难得啊，让你拖着这样一具身子陪我闹，辛苦你啦。姑心甘情愿。莫不是你嫌弃姑了？我倒是不担心，但是有人呐，快要担心死了。而且这种情况，只站在墙头有什么意思啊？你放肆！定南王府当真无法无天了，还敢抄我们国舅府的家，你找死！抄家？哎呦，曾大老爷可真会给我扣罪名啊！本郡主啊，就是来要债的。我查律法说了，欠债超过5年不还，我是可以上门去你们府中找东西抵押的。你们不还钱，我就只能去你们府上找值钱的东西抵押喽。你敢！我曾家有先皇留下的圣旨，你们敢闯国舅府，就是违抗圣旨，休怪我格杀勿论！哎呦，你看你又给人扣罪名了。南邻国先祖创国之时就曾言，百姓为上，君王为下，维护百姓之法才为王法。我朝律令是为了保护南邻子民所创的，本郡主亦是南邻子民，所以本郡主来要债也是王法。哼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今日是非闯不可了。你们可是奉先皇的命令护卫我们的，他要是敢闯进来，就给我杀了他！尔等岂敢？难道尔等只遵圣旨，不遵王法？我们是皇家侍卫，遵先皇圣旨，也遵王法。若你们只是讨债，我们不伤你性命，我们只守王法。你们镇北将军府的将士何在？吾等在，吾等在。给本郡主闯进去，拿回属于王法保护性的财物。是。别搬呀！快给我放下！不错，我镇北将军府的兵怎么会比定南王府的差？就这么几个人，那可是堂堂的国舅啊！不会吧，堂堂国舅啊！哎呀，我们南邻国的律法就是好用。刚才这国舅爷欺负我一个柔弱的小女子，吓得我马上把律法给搬出来了。他们立刻就拿府上的财物赔罪了。那是，我朝的律法就是为了帮助郡主这般弱小之人讨回公道。来人啊，搬上来！无乃定南王郡主要状告国舅府践踏百姓。诸位百姓，贵人再贵，贵不过律法，重不过天子的王法。若有冤屈，皆可击鼓。死丫头，这么大动静，在墙头放烟花，就是为了将皇城的百姓吸引过来，看着国舅府被他抄家。好让这些百姓觉得国舅府要完了，敢状告他们。请圣旨来。是。圣旨在此，我看谁人敢放肆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京兆府在此，谁敢阻拦百姓申冤？你
你们竟敢朝着圣旨拔刀！你们都疯了！大理寺的官兵何在？给本卿围上！要抢在京兆府的前面，我看谁敢阻拦百姓喊冤！今日京兆府尹还有大理寺就守在明月谷前，无人再敢阻拦尔等申冤。吾等愿以性命守护王法，吾等愿以性命方正律法，吾等愿以性命守护百姓。我有冤！草民要状告国舅府。我们也有冤，我也有冤。草民也要状告国舅府，他们欺人太甚。草民有冤屈，国舅府仗势欺人，抢占我们的田庄，逼我们为奴。老爷，不是有圣旨，有皇家侍卫，为什么连这些百姓我们都害怕？难不成国舅府要完了？是你虚以为之，你就是冲着我国舅府来的。你说是，那便是吧。曾大老爷怕不是忘了，你得势的时候害了多少将门？当年定南王府可是险些满门抄斩，后来更是仗着圣旨，明里暗里的一直挑拨朝堂与定南王府的关系。还好陛下仁德，没有听信谗言，不然定南王府得遭多少罪？手，我的手要断了！用百姓的冤屈来对付国舅手握的圣旨，郡主是深知百姓疾苦，国舅做错这么多事，难道这一点疼也受不了吗？曾大老爷，你的好日子也该到头了，希望接下来你受完大理寺18般酷刑之后，再老老实实交代。来人！各色点心多备一些，量不必多，但口味多做些，让郡主多试试。殿下这么说我，倒显得我是个贪嘴的了。郡主今日来的这般早，往日若不到午时，怎么能见到郡主呢？哎，这不是急着吃瓜吗？听说昨天曾大老爷在牢里辫子都没挨上，就全都招了，顺带还诬陷了几个。巫术，郡主不愧是戚家的后人，还是见多识广。郡主再看看这个，殿下，这是在和臣女猜谜语啊！臣女并无兄长的聪慧，可搞不懂。自郡主入京之后发生的事情，无一不是以挑拨定南王府和朝廷的关系为目的。好让朝廷对定南王府动刀。国舅府虽然地位不低，但真正能操控全局的人却不是他，还有幕后之人。不错，这些东西都是抄国舅府的家时从一个极为隐秘的地道里发现的。找到时，这符文上的墨，看来是还有用处。符物之说当年害死了那么多人，南陵早已禁止。国舅爷背后的人是谁？这么大的胆子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这本册子上的名字，却是牵扯出另一桩事来。
许多年前，城中发生了一桩多名女子被拐卖的案件，而当时那些女子已经被卖入青楼，即便解救出来，家里人也容不下她。最后是安阳长公主提议修了安堂，收留那些被卖入了青楼的女子。这听着似乎是好事。这份名单上，姑看到了当初被安堂收留的落难女子之名。这名册上大致一看也快有300-400人，但当初这拐卖案只有10名少女，所以这份名册上后来的女子都是不断添加上去的。这2样东西能够放在一起，倒是让我对安堂和后面的秘密更感兴趣了。这便是姑想拜托郡主的事情。那安堂的位置正是在福山寺的后方，但若无正当理由，姑不能随意接近，以防打草惊蛇。殿下想让臣女去帮殿下探查一番，那听着便不是安全的地方。想使唤臣女，这代价可不低哦。姑的库房时刻为郡主打开，郡主想要什么，随时支取便是。臣女先与殿下记住，待一切尘埃落定，臣女搬空了殿下的库房，殿下可莫要哭鼻子才好。姑代天下百姓谢过郡主。郡主啊，礼部的人倒是难得上本郡主的门，何事啊？您来皇城是为了给皇上祝寿的。以往啊，达官贵人家的小姐们都要去福光寺给皇上祈福。您看，您可要一起去？可真是和狐狸一样精的殿下，这么快就给我寻到由头去福山寺了。既然是给皇上祈福，本郡主自然要去。当真？此次祈福得焚香拜佛3日呢。言出必行，什么时候出发？告诉洛枳便是。郡主竟这般的好说话。没用的废物！曾家被抄家时，那些东西竟然没有全数销户，本宫养你们究竟有什么用？属下办事不力，请长公主责罚。自从你郡主来了，先是陆家，又是曾家，他就是个宰相。你觉得他究竟是真的去福山寺祈福呢，还是说为的是那后面的安堂呢？属下不敢妄自猜测。哼，本宫记得此次去福山寺祈福的还有其他的贵女陪同。是，其中有人的父兄受了您不少恩惠。给他们捎句话，下山之前若是见不到郡主的尸首。是。哇，好多人啊！就是瞧着大家似乎不怎么高兴的样子。工部侍郎之女，还有高阳长公主夫家的人，看来这一趟行程注定会精彩纷呈。这么小的胆子，看来我不必担心你会和我抢功劳了。姚幽仪，她可是凶名在外的郡主，你不要为了攀上高阳长公主，不小心连命都送了。这你就不用担心了，我就不信一个郡主还敢杀了我不成？等着看我明日飞黄腾达吧。郡主，你看他们对着咱们是又想贴近又怕的。他们中有不少人的父兄都与高阳长公主有关，你觉得他
他们能没收到高阳长公主的示意？那咱们还是避开点好。咱们好避，就怕有人惦记着。阿弥陀佛，请各位贵女小姐，请随我来，放祈福河灯，为陛下祈福。虽然不能要了郡主的命，但要坑害了郡主，那长公主自然有收拾她的法子。快救人！小姐，你没事吧？怎么就掉进水里了？水流这般急，要是出事了可怎么办？郡主，是郡主害的我不过是踩了一下她的裙摆，她就狠心把我推到溪中。郡主，你这未免也太心狠手辣了吧？就是，姚家好歹也是功臣，你怎么敢？不是，他有病吧？他不是自己跳下去的吗？我以为是把谁推下水，没想到是来这招。郡主之前口口声声喊着定南王府遵纪守法，可您今日又要害将门之女，又该是什么罪？本郡主推的您，我都落水负伤了，郡主还想脱罪不成？是这样吗？定南王府早就臭名昭著，郡主今天想加害功臣之女，想脱罪没那么容易。你猜本郡主为何有凶残之谜？什么？你竟然敢推我！你要干什么？欺负你呀！本郡主若是欺负人，那都是一堆白骨。我看姚小姐倒是很想试一试死人的感觉啊！本郡主手上沾的血，比你现在灌下去的水都多。我要是真欺负你，怎么还可以给你留口气？郡主，这里是寺庙，闹出人命来可就不好了。是啊，郡主，你要不先松手，这要真坐实了罪名，可不好收场啊。那好吧。我姚家并不会。郡主，你先前说过王法为上，现在又肆意伤害大臣之女，又该当何罪？怎么，你又想再杀一人？那倒没有，不过既然大家都觉得本郡主罔顾律法，那不如就报官。报官？郡主推我入水，肆意杀人，你还报上官了？本郡主听闻令尊替高阳长公主修建了好几座寺庙。哦对，后山那个安堂不就是令尊改建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们姚家这么替高阳长公主操心，那本郡主还真是好奇，那祠堂里面到底有什么？该不会是什么
抄家灭族的东西吧？还是报官，让金兆夫好好查查。等等，糟糕，我这帮反应岂不是告诉郡主心中有鬼？报官，立刻！你要去哪？我不走，难道留在这里把你再推进水里一次啊？走。郡主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安堂，他想告，正好也遂了我的愿。饶师郎要给女儿出气，势必会被金兆尹扣住，一时半会儿没办法有下一步动作。这个时候是我最好的空档。他这方向难道是要去安堂？不，可不能让他去了。哎，瑞，要不咱们也跟上去看看吧？万一真闹出人命了，可怎么办呀？走吧，别再把姚小姐给掐死了。走。郡主，我等受皇长孙殿下的安排，在此等候，一切听凭郡主安排。闻到了吗？郡主是指？好浓烈的血腥气。郡主，里面的守卫极其森严，属下派人进去调查，险些被发现。敲门，不开就给我砸。是。阿弥陀佛。几位贵人，这座安堂乃公主的私堂，只收留苦命女子，实在不方便。本郡主说，就是想进去看看呢。几位就是再尊贵，也不能随便私闯公主的私堂吧？不能让他们进去！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吗？郡主，这里好歹也是安堂，郡主杀生就不怕遭天谴吗？就是。所以你们也不让本郡主进安堂？里面的弓箭手可千万别对错了人，都要朝着本郡主来哦。本郡主已经很久没有脚踩遍地是海了，这座安堂，本郡主还挺想杀进去。郡主的心意原来不是谗言，完了，姚家完了。我留了活口，审讯什么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多谢郡主手下留情。安排2个人跟我走，咱们得去挖点东西。挖什么？这个安堂不是收留了好些女子，怎么只见到刚刚那2个尼姑？就算是病死，也该有个地方埋着吧。看来果然还留着活口呢。那些死去的女子尸首被埋在哪里？我不想听到不喜欢的答案。我说，在安堂后面有块空地。你们都干什么？没来得及埋的就有3具尸首，这么大一片地下埋着的，难道都是你们这些年收留的女子吗？挖，让他们能够得以安息，下葬，让他们灵魂得以安息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挖！郡主，你是不是也不知道这里？我知晓高阳长公主不可能再使用巫术，而且一切线索又指向安堂。我知晓里面有问题，但是我不知道里面是这样的场面。怪不得这些尸首都有奇奇怪怪的符文缠着，
哎呀，这到底是什么巫术，会害死这么多无辜的女子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问别人，不如问他来的快些。如果不想本郡主把你的肉一刀一刀片下来，你就最好不要撒谎。我说，高阳长公主使用的巫术，需要用怀有身孕的女子，在她们即将临盆的时候杀死，母死子死，两者命运深切相关，是想以此投射和南陵国捆绑。所以说，高阳长公主是想要将南陵国江山的盛衰系于她一人之手，她死，南陵国也亡。是，他为了和南陵国共存，残害了这么多女子，可恶至极。他造的可不止这一处。郡主，另外的地方，殿下也查到了。是。像这样的地方一共有3处，这个安堂是镇眼，所以高阳安排了格外多的人手看护。还有2处，那有多少女子遭受迫害啊？今日，我等替冤死的亡魂申冤。撤！安堂那边究竟什么情况？那2个丫头究竟有没有得手？怎么回事？谁人敢在本宫的府邸外吵闹？长公主，不好了！长公主，不好了！长公主，又有什么不好了？公主府被围起来了！什么？殿下，长公主府已被彻底包围，保证一只蚊子都不会放走。微臣已安排人进宫，向陛下呈送和符文相关的证据。好，守住长公主府。事关皇家，没有姑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准入内。是。又要麻烦郡主陪姑入龙潭下虎穴了。郡主，你可愿意？自然。第一次见，殿下都说要赖上臣女，臣女怎么好少开殿下呢？好啊，你们能站在本宫面前，看来本宫派去的人都是兽。长公主，侄儿可否问一句，为何？真要说，那就是功高盖主吧。本宫乃南岭国的大长公主，岂能容忍狼子野心的臣子？他还手握兵权，哼！定南王府能先杀太子，焉能知晓他们不会再杀一次皇族血脉？定南王府世代只忠于南岭，这一点，当初与定南王府一同诛杀先太子的长公主，应当最清楚不过了。哼，那又如何？同样都是有从龙之功，本宫还亲手害死了自己的太子胞弟。定南王坐拥封地，手握兵权，而本宫呢，只因是女子，却只得了个封侯，本宫如何甘心？只因着这，长公主可知道，国家战事未平，定南王府多年来镇守边关，若军心不稳，何来您今日在皇城竟想盛世荣华？够了！莫要在这里说些令人发笑的话了。下服？本宫只是得了本宫应得的罢。是吗？那长公主强许人姻缘，毁人清白，残害妇孺，暗用符文，也是应该的吗？闭嘴！你给本宫闭嘴！
本宫杀了你！住手！陛下，你们怎么会一起过来？这么多年，还是旧情难忘。早知如此，当初就不该只是坏了你的清白，应该要了你的命。你终于是承认了，当年我与画师青梅竹马，你为了令陛下赐婚，你算计画师的清白，让他逼着他屈尊夏家这么多年，如今你终于是承认了。长公主，你可知道这个世道女子的清白是何等重要？肆意妄为会毁了一个人的一生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本宫乃一国长公主，要什么都是本宫应得的。就算你对本宫恨之入骨又如何？你也依然是本宫的夫君。哼！今日本宫若是大祸临头，你也应与本宫合葬。真是冥顽不灵，恐怕这一次不能如殿下所愿。陛下，微臣知道这公主之过，微臣身为公主夫君，难辞其咎，所以无从辩解。今日唯有一死，才能给天下百姓一个交代。魏南侯，江郎，江郎，魏南侯，你何须至此？江郎，陛下，江郎，微臣还有最后一件事。臣明白。即日起，魏南侯与高阳长公主的婚事就此作废。陛下，不！江郎，你我这一生任人摆布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一人孤单的。贱人，本宫不准，本宫不准！你竟敢对本宫动手！陛下，一介郡主敢对本宫两剑，他该死！该死的人是你！杀本宫！本宫早就用巫术将南令国的兴衰握在手上，本宫死了，南令国也亡了。皇上敢杀本宫吗？朕有何不敢呢？陛下，你当真不，你不能杀本宫！本宫动用的巫术，可是将南岭的兴衰系在本宫的手上。本宫要是死了，你的江山也要亡了，是吗？皇上和皇后娘娘踏着万千尸体走到皇城，走到如今的地步，这南陵国的江山，只要有陛下在一日，就不可能亡。没错，皇姐，朕要你亡！你怎么能杀本宫？苏丽赤，你可不要忘了，当年是本宫宁可杀亲弟弟，也要助你杀上东宫的。朕自登基，以最高的公主尊荣封赏，这南陵国的公主哪个有你的尊贵？朕
注定留不得你。陛下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长公主府，就此疯了吧！孤与陛下说几句话，一会儿送你回府。来。你这小病秧子，什么时候对郡主倾心的？原来陛下已经知晓了。哼，朕毕竟可是过来人了，连你这点小心思都看不穿，才是白吃了这么多年的饭了。陛下，对此事，朕并非是要反对此事，反倒是要你从心，莫要等到无法挽回了再后悔，便来不及了。哎，陛下和殿下说了什么？孤想问，如何才能与郡主并肩而立？殿下刚才说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孤什么都没说。真的吗？可是刚才殿下明明说了什么呀？我没有听清楚，你再说一次好不好？孤送你回府吧。哎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告诉我一下嘛，求求你了。郡主，怎么了？还不是那个皇长孙，话都没说清楚，让我一直猜，猜的我都没心思去干别的事情了。那郡主，这是殿下吩咐人送过来的书信，说您亲启，您还看吗？该不会是昨晚没说出口的话，要借新的由头写出来吧？我看看。郡主，怎么了？是安堂的事儿。哼，殿下可真是会使唤我呢。啊？你让定南王府的郡主着手安堂后续的处理问题？此事非郡主而不可为。孙儿看各地卷宗时，发现郡主的祖母在桑郡有办女堂，专门收留落了难的女子，以教授女子各类活计，好谋求生路。听着比之前安堂收留要好上许多。唉，不能让本就遭了苦难的女子觉得世道容不下他们呢。孙儿也是如此觉得。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这女堂又是桑葚推行起来的东西，所以由郡主来动员便是最好的事情。不错，此事你让郡主大胆的去办，朝廷会给予支持的。陛下怎么这般看着孙儿？昨日你前脚与郡主吐露心事，还没过一天呢，就劳累郡主。朕真怕事情传到定南王的耳朵里，又是要来上折子骂朕的。这个，你昨日难不成做了回鹌鹑？孙儿的事会处理好的，就不劳陛下操心了。这个小病秧子看上心上女人还不敢吐露。进来吧。
郡主，皇长孙殿下知道劳烦了郡主，特让老奴送来一些礼物。这件赤色衣裙用的可是寸锦寸金的胶丝，花纹也用的是最细的金丝。还有这首饰是赤金打造的，上面镶嵌的宝石也是价值万金。还有这碧荷珍珠靴，上面的珍珠个个都有拇指大小，也是十分罕见的，还望郡主喜欢。殿下有心了，这些东西放到任何一个女子面前，那都是让人万分惊喜的。郡主喜欢便好。不愧是皇长孙殿下，都感觉殿下收罗了天下最为珍贵的绫罗绸缎、金银首饰呢。也是，不珍贵之物哪能相配郡主的窈窕美貌？你说他只是委托我办了点事，就送如此贵重之物，这殿下的心思可真是琢磨不透呢。别的不知道，但殿下对郡主的事儿是真的上心。今日这宴会，皇长孙殿下可帮郡主操了不少的心。来的许多贵客之中，有许多都是殿下招呼的呢。这么说来，我还得好好感谢殿下了。走吧，今天估计应该会很热闹。郡主如此美丽动人，这套头面呀最适合你不过了。平日里可没见老夫人如此和蔼，现在夸郡主的话倒是没重应。行了，收起你心中那点小家子气，也不看看今天的宴会来的皆是什么人。婆母，那可是准备给闺女做嫁妆的头面，你这礼都送了，这让我……眼皮子浅的蠢货，比起辱国公府的安危，一套头面又算得上什么？辱国公府和高阳大长公主可是沾亲带故的，虽然及时断了联系，但不探探郡主的口风，谁知道下一个倒霉的会不会是辱国公府？今日设宴，诸位夫人小姐能够来参加，实乃诸位的荣幸。他这是在说什么呀？母亲，你听听，谁家设宴能有这么大的口气？这话，谁知道是不是专门说给咱们听？你给我闭嘴，你个蠢货！诸位应该也知道，皇城外那几座安堂之事，受苦的皆是。郡主，你这话是何意呀？坐下，赶紧给我坐下！母亲，你听听郡主这话，在座的和高阳长公主关系最亲密的，不就是咱们如国公府吗？你给我闭嘴，快坐下！安堂之事，朝堂早就有安置。郡主身为内宅女子，难道郡主还想妄图沾染朝廷之事不成？这位就是辱国公府的，今日我可没打算看辱国公府的热闹的。郡主，我这个儿媳惯来是个直性子，口无遮拦，让郡主见笑了，但她绝非有恶意，还望郡主莫要计较啊。杨老夫人，今日是晚辈设的宴，我呢自然不希望闹出什么不愉快的事。可是这杨二夫人上来就是给晚辈定罪，插手朝廷政务，这罪名可不小哦。郡主所言极是，今日是我们入国公府多有得罪了。母亲，你怎么还想着送礼呀？我瞧着这杨二夫人似乎挺不服气的。不过呢，既然杨老夫人这般说了，晚辈也是不该计较，那还请杨二夫人同晚辈赔个罪，我就不放在心上了。什么？你以为你是个郡主就了不起吗？我可是堂堂国公府夫人，还
还是你的长辈？掌嘴。是。你竟敢打我！再张嘴。是。啊！你欺人太甚！我好歹也是堂堂辱国公府的夫人，你竟然让一个丫鬟肆意凌辱我！怎么，这就是你地囊王府的规矩吗？怎么，难道是我的侍女配不上你？那我亲自来吧。当时在安堂时，郡主可是一个人能敌10几个人，他这一巴掌下去，杨二夫人岂不是头都没了？郡主，老身这个儿媳是言语不当，郡主也不该动手伤人啊。就是告到官府那里去，老身也是占理的。那要不就报官吧，让官府来问问杨二夫人这个妾室扶正是怎么个扶正法呀？什么？妾室扶正？这杨二夫人是妾室扶正，怎么从未听说过？是啊，你胡说！哦，你不是吗？老身，那我们还是报官吧，让官府来评判。不，无需，是老身失言，还望郡主多多包涵，不能再继续招惹郡主了。她看起来对辱国公府的事情知之甚多呀。可是晚了。这郡主竟是半分面子都不给，都是这个蠢货！早知道会惹出祸端，让郡主抓到把柄，今日就不该来敷衍。老身这个儿媳出言不逊，刚才郡主也出手教训了，还望郡主能高抬贵手。想要如何赔罪，老身皆依着。这老夫人看着谦卑，实际上是会压人的。她对您屈膝相求，到时候您不得被指责死啊？本郡主是害怕受人指摘吗？杨老夫人，你为了让我收手，还真是舍得下面子。不过老夫人这一跪，晚辈还是受得起。你好大的口气，郡主，你未免也太狂妄了些。杨二夫人对本郡主出言不逊，我教训她都是轻的。若您再骂我，可就不只是掌嘴这么简单喽。你也太老夫人，你应该是辱国公的发妻吧？老身自然是。既如此，杨老夫人更应该清楚，妾室扶正不过是徒有虚名，毫无地位。而且，若是夫家纵容妾室扶正的偏夫人在外享受正式的地位，那可是欺凌发妻的重罪。而这个人就罔顾尊卑，指着本郡主就骂，难道是杨老夫人您给的权利？奇怪，辱国公竟然给一个妾室扶正的偏妻享着发妻的尊荣。就是，御史坛要是弹劾起来，罪名可有他们受。这么一说，各位可有发现杨二爷的发妻去哪儿了？老身记得，蜀国公府二爷的发妻是罗帅司府的小姐。不过二人成婚没几日，罗帅私剿海贼的时候，连同带去的兵马一起全军覆没。这么一说，我也记起了，当初杨二爷接杨二夫人来皇城，路上出了事儿，便一直在府上养着，几乎不出门。我等便只知道有杨二夫人这个人，却从没见过面。原来你竟然不是。那罗帅司府的小姐呢？我不记得辱国公府有发丧过吧？明明发妻生死未知，你们怎么敢将妾室扶正，让她以正妻的身份示人？前些日子查高阳长公主的时候，可查出了不少事情，牵扯最深的便是辱国公府。原是想过些日子再找上门的，现在倒是撞上。我们罗帅司之所以会被海贼覆灭，皆是因为有人泄了密，而这泄密之人，就是罗帅司的女婿。也就是你们辱国公府的二爷。你胡说，这都是20几年前的往事，便是连罗帅司的女儿到死都不曾知道，他怎么可能知道？不可能，不可能的。罗帅司的女儿确实是老夫嫡次子的发妻，我们两家乃是亲家，
沃儿为何要害自己的岳父家？当然是扫清障碍，夺取兵权啊！罗帅司死后，高阳长公主的那位妹夫家可是上奏，让杨二爷担任新任帅司，以安军心啊。郡主这么一说，似乎一切也说得通了。罗帅司府只有杨二爷的发妻这么一个女儿，她来继承罗家的兵权，笔下的将士也不会有异议。正是因为如此，杨二爷明明亲手杀了发妻，却不敢宣布他的死讯。但是杨二爷总该有个夫人生儿育女吧，另起他人自然是不行的，那就只能纳妾了，以妾室之名妾占正妻之位。可是郡主，这也说不通啊！什么正经人家会以妾为正啊？哎呀，没办法，这位妾室来头不小，她可是那片海域最大海贼势力头领的妹妹，这辱国公府不得不认啊！什么？她竟然是海贼？我不是海贼！郡主，污蔑功勋大臣可是重罪，你可有证据？老夫人真的希望本郡主拿出证据？老帅，几日前，本郡主在佛光寺拿到了些珠宝，而这珠宝的主人家早就在海上被海贼抢劫完了。那这些珠宝又是怎么流入到你们辱国公府的呢？老夫人，你不会真希望本公主把这些珠宝找出来，同你们辱国公府女眷的首饰比对？郡主，不过是些首饰，你就想断我们辱国公府的罪？那姑再来定个罪。参见皇上殿下。起来吧。皇长孙殿下怎么会在这里？而且定罪？难道殿下和郡主手中真有实证？杨二夫人，不，姑该唤你李海月。你的兄长便是上丘郡蓝海一带最大的海贼头领。20几年前，你的父兄和杨二爷合谋要灭罗帅司，以财宝诱惑高阳长公主的表妹夫家，合谋了一场大阴谋，让初入战场的杨二爷接近罗帅司，还想娶人家的女儿，博得信任。罗帅司对自己的女儿宠爱有加，自然对女婿委以重任，军里有什么事情都会告知。杨二爷呢，很是谨慎，将战功弄得很漂亮。若非这次查到高阳长公主头上，我还一时半会儿怀疑不到辱国公府头上呢。殿下，郡主，既然是海贼，你们辱国公府身为将门灭不了，那姑就另寻能灭的将领。灭了海贼？兄长要是被灭了，我还能活命吗？殿下，我儿年幼，要罚就罚我吧，他毫不知情，求殿下饶了他吧。蠢货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该死的蠢货，竟然不打自招！你得想办法，绝不能承认，辱国公府不能亡。殿下，我们辱国公府可是立下过战功的，岂会同海贼同流合污？还望殿下。杨老夫人觉得，姑若是没有十足的证据，能站在这里说出这样一番话吗？老身，杨二爷的人头，姑已经让人送往皇朝。你说什么？我的儿子！京兆府尹已经带兵围上了辱国公府，勾结海贼，残害功臣名将，此罪姑绝不轻饶。不，殿下，殿下，我儿他是无辜的，他……来人，把他们带下去。殿下，殿下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殿下，我儿他是无辜的。既然解决掉一桩事，那我们来说正事吧。今日设宴是为了前几日安堂之事，我想郡主啊，就不能歇会儿吗？一个安堂弄到高阳大长公主和辱国公府，竟然还没完。这宴会摆着是鸿门宴，到底是冲着几家来的？刚刚杨家人若不是主动招惹，怎么会遭了灾？今日这宴会，郡主是精心准备，必然是有要事的。郡主，安堂之事实在是让人痛心。一想起那些惨死的无辜女子，我们也是寝食难安。可是我们既是内宅女眷，想为朝堂分忧，也实在不能做什么。难做的。安堂里面遭难的都是那些尚未及笄的女子，
且不论高阳长公主修建安堂是出于什么目的，但对于那些被解救的女子而言，是救命稻草，可以让她们有容身之所。所以，不如我们也来办一个女堂，安置她们，让她们有事可做。郡主，此事……孤知道各位心中的担忧，但此事并非未有先例。这是桑郡的风土人文志。没错，这人文志上仔细记载了桑郡是如何办女堂的，皇城这边直接照搬即可。殿下所言极是，这确实是个好法子。桑郡的女堂已是现成，诸位若是能解决此事，也算是为朝廷和官府解忧，可算是功德一件。如此说来，都是好事儿了。是啊，若是成了，还能得了朝廷的褒奖；即便不成，也能落得一个好名声了。多谢殿下愿意出声，您一开口便代表朝廷，多少能让人安心几分。你所提的事，于南陵也是大好事，孤没有不替你站台的理由。只是这件事如果真做起来，倒是个不小的工程，咱们须得找一个领头的人出来。哎，不成不成的，我这个人最不喜欢出钱出力了，更何况在座各位比我有资历，再怎么样也轮不到我，是不是？这可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既然郡主推举，那我就舔着这张脸自荐了。我们蒋家乃是将门，从山贼窝中救出好些女子，我们身为将门的女子，自然也要出份力。我也要出份力。哎，是我先说的，你们不能跟我争，是我先说的，我先说的。我也想出份力，这样利国利民的大工程，当然是我来呀！你们不能跟我争，是吗？郡主可真是全才，想来今日之事，应当没有人比郡主做得更好。今日之事，一来呢是因为殿下相求，二来呢是因为臣女觉得天下女子不易，能够为这些女子尽一份力，臣女深感荣幸。不过今日的宴会，还要多谢殿下相助了。为此，臣女给殿下准备了一份回礼。是孤一个人有回礼？独殿下一人。殿下不打开看看？这玉石上竟刻有孤的名字，还有生辰。这是在我们桑郡，这个呀是给郎君的祈福生辰石。这玉石是臣女专门挑选，还特意请了阿婆们帮我寻100岁老人为这些玉石祈福。殿下要万事顺遂。这份心意真是重若泰山。孤收到过许多贺礼，但其心意都不如郡主的这一份来得让孤动容。那殿下只是动容了。郡主能来皇城，是孤之荣幸。只是收到这份礼，孤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礼了。如果殿下要回礼的话，那臣女已经有想要的了。只要孤能办到，郡主只管说，孤绝不推辞。那日在福光寺，殿下要与臣女说的是什么呀？莫要等到无法挽回了，再后悔，便来不及了。郡主呢？当真想听。孤那日所说的是，孤如何能与郡主并肩而立？并肩而立？嘿，你看，这不就并肩了吗？郡主其实知道，孤说的并非是那种并肩，而是臣其实能为郡主画眉，
入夜时能为郡主打扇的那种。殿下，这算是在向臣女表露心迹吗？是。那在我们桑郡，郎君若是想要向小娘子表露心意，嘴上说说可不够哦。愿闻其详。在我们桑郡，郎君若是想要表达爱意，那光嘴上说说可不够，还要亲自猎一匹猛虎作为礼数，而且必须是亲手哦。不过分。郡主，等我的好消息。郡主，您若是不喜欢殿下，直说了便是。猎虎，万一殿下为了老虎，可怎么是好？谁说我不在意了？正是因为在意，所以我才希望他能像桑郡的男子一样，光明正大、堂堂正正的走到我面前来。可是殿下的身体……我可以等啊。小洛枳，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喜欢的人。要是你碰到那个人，那个时候你就知道，无论他身体是否康健，你都希望给他十足的尊重，让他不受任何人鄙夷的走向你。是，何人竟敢擅闯皇家猎场？这是皇长孙殿下，快开闸门！是皇长孙殿下。去。这是皇长孙殿下，殿下的身体不是……你忘了，殿下年少时可是在太原府的军营名声赫赫的。虽然身体病弱，但只要药管够，卓越的武功不曾弱半分。郡主，怎么了？是皇长孙殿下。殿下一大早便带着药材入了皇家猎场，而且听说殿下的剑术卓尔不凡，许多勋贵大臣们都震惊的朝林子赶呢。殿下，狩猎？你笨蛋蠢蛋，你怎么可以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？如果你真的出了什么事，你是想让我自责死吗？你殿下，郡主。殿下，无需多礼。郡主，无需多礼和可以冒犯可是有所不同。哎呀，殿下不愧是少年便扬名军中的人物，虽然病重多年，药不离身，但我看你这耀眼的剑术能把朝臣给吓死。孤只想早日能兑现郡主的诺言，更何况这剑术还算不得厉害。哦，殿下还有技巧？孤只想给郡主一个人看，因为孤想诱惑郡主。殿下，臣女可脸红了。臣女可是懂礼数的闺阁小娘子，殿下哪能轻言诱惑臣女？是孤太失礼了，孤得好生同郡主赔罪。想来郡主是急匆匆来到狩猎林的，并未用过膳食。我怎么觉得殿下什么都算好了，知道臣女会来，还准备好了赔罪礼。
这是殿下身上的味道。殿下，臣女这般知书达理的闺阁小娘子，可受不得这种勾引手段。不过，如殿下这般倾国倾城的郎君，那就可以。他说姑倾国倾城，这小姑色诱，不知和皇爷爷说姑想入赘到桑郡，皇爷爷是否能答应？就是现在。郡主，其实今日姑早料定你会来的，也料定了你一定能找到姑，所以姑才选择在此处等你。为何？郡主可知这赤鸟为何喜欢待在树顶上？这里是红鸾林，那些鸟是红鸾吗？我知道殿下为何说还有更厉害的剑术要施展给臣女看了。赤鸟红鸾是为红鸾心动。啊！还好姑这些年有好好养身子，不然如何有力气将最厉害的剑术用来色诱郡主？郡主可知小红鸾花之意？赤鸟红鸾是为红鸾心动。记得郡主那日与臣女桑郡的习俗，而这则是南岭的习俗。姑心悦郡主许久，不知郡主可否为姑动心？臣女已心向往之。